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穿着超级赛季系列的衣服，矜持而害羞地坐在房间中央观看节目。香奈儿在2023年举办的早秋晚宴，请来了一大批品牌大使。这些品牌大使中不乏我们熟悉的艺人，比如优衣库王一博、刘雯、辛芷蕾、导演李少红等。没想到这一次王一博成了全场的焦点，他稳坐在中央看秀，也是全场唯一身穿 Super Season 想家春夏预告系列的艺人，这在国内的赛事中还是首次亮相。王一博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，可见向家对这位品牌形象大使的重视程度和关注度都恰到好处。这一次王一博的穿搭帅气又撩人，很有个性。王一博的身材比例、独一无二的冷酷气质让他占了上风，这些特质衬托出小香风儒雅脱俗的气质，同时也为这段感情带来了王一博自身的酷劲。王一博的这两种性格，漫步小香风和潮流符号都不足为奇。5年来，王一博对小香风的演绎可谓是圆满。向家的姑娘们会自卑，因为你无疑会成为全程穿得最好的男孩子。最关键的是，向奶奶的家人看中这位品牌大使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飞行的节奏。在聘请品牌大使时，奢侈品公司非常挑剔和细心，检查过程的持续时间超过几年，没有空中着陆这样的事情。他们非常看重艺术家的基调和品牌基调的互补程度。向家对王一博的看重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已经跃然纸上，王一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。王一博在表演无感水上舞台时，身穿价值5万多元的香奈儿大衣，表演时全身都被水浸湿。成就，这是向家和王一博上过的著名舞台，只需看一下销售总数，您就可以了解它超出正常水平的程度。在那一年，他迅速升至谷歌搜索除夕音乐会的首位。王一博的粉丝应该为这个记录感到骄傲，继续吹嘘吧。从那以后，向家或许也算是观察到了王一博的人气和实力，登上各大杂志封面和关键月份也不成问题。事实上，他们甚至在王一博上发布了自己的热门项目。成就还有很多，其中之一一定是王一博主持的综艺节目《这就是街舞》，可以说是王一博连续3季的传统香奈儿秀。王一博所穿的每一件衣服无疑都是时尚的焦点，公众争先恐后的获得独家版本。在这个时间点上， Chanel 和王一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王一博去参加活动，肖像风肯定会不其后尘。今年的微博电影之夜，我们看到了向家的外套和价值过100万的胸针。看了王一博的身价，谁都看得出来。话说回来，王一博这次出席香奈儿的晚宴，显得有些拘谨。他坐在房间中央看戏，夹在2位女神之间，他抱着自己，显得有些着急。尽管如此，这段经历还是展现出了王一博的可人之处。据围观者称，孩子的体温很低，好像正在收缩成一团。事实上，这种挑逗有点过分了。王一博不自然的僵硬让他很不舒服，他的眼神给人一种缺乏自信和迷茫的感觉，他可能也有一点社交焦虑。但我还是要处理他。待众人走后，他静止了好久，双手夹在2腿间，并拢双腿，抬起头，腼腆地扫了一眼剩下的几人。他看起来很讨人喜欢，我想他在各方面都适合参加这次活动。支持者已经表达了他们想要把他带回来的愿望，换句话说，酷盖的甜美比王一博的可爱更常见。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？留言讨论。对于将所有人置于险境的王一博来说，自身的自律是最后的底线。近段时间娱乐圈大事连连，风波不绝于耳，该征税的人不征税，睡不着觉的人，每个人都处于危险之中。至于我们的小同学王一博，还是继续他不往心里去的套路，吃喝玩乐吧。王一博的自律是保护他不受伤害的神器，想知道他为什么如此淡定？自律是只能够控制自己，对自己进行必要的调整，
在自己身上取得进步，完全依靠自己。简而言之，它指的是自我控制和尊重法律。它的关键短语是，如果无人监督，只指望做上述所有事情。一个自律的人，首先要有很强的自我意识。自我意识排在首位，因为它是培养自律的必要条件。要培养自律，首先必须能够回答以下问题：我是谁？我想做什么？我的目的是什么？当你不为人知，默默无闻时，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就会给自己定位。如果你知道我想做什么，你就会流汗，默默的战斗。如果你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，你将战胜所有挑战并保持你的决心。如果你仍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你就会抛开名利的束缚，时刻准备着自己的军队去战斗。还记得自己做梦的目的是什么？会不会跳出名利的怪圈，奔向理想的星海？当你名扬天下时，你需要知道自己是谁，这样你才不会被鲜花和掌声迷惑，永远保持低调和谦虚。王一博刚满13岁的时候，正在遥远国度某栋楼房的地下室里扫沙子，滴着汗水，竞争真的很激烈。但是今天，作为国内娱乐圈无可争议的顶级明星，他已经自动褪去了光鲜亮丽的光环，依然保持着清醒的自我。就像今天向奶奶的发布会，坐在第一排 C 位的小同学王一博，顶级奢华的他，底牌虽多，但他还是停不下来手牵手，扒内裤，90度给前辈鞠躬。但在今天，作为国内娱乐圈无可争议的顶级明星，王一博绝对是这句话的坚定执行者。他不在乎别人，也不在乎外界的酸甜苦辣，只执着自己的初心，继续不休。这句话是说，别人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认为自己是怎样的人。王一博绝对是这句话的坚定执行者。像他这样的人，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人场合，都始终如一，诚实纯洁，而且他总能找到回归本源的方法。他怎么会与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不法行为有关？首先是自律，然后是自我压力。也就是说，你永远不应该对你投入的工作量设定上限，你应该始终让自己做主。给自己压力的人会有危机感，这种危机感会起到鞭子的作用，迫使他们前行，他们不能有丝毫懈怠。人的潜能会在潜意识里被激发，能力和素质也会因此提高。以嘻哈为例，卫冕冠军近在咫尺，可见这一流派实力之强。王一博无需亲自到场，但王一博认为自己的舞蹈还是有欠缺的，有些舞蹈风格他还不熟悉，因此他愿意跟在团队其他成员的后面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付出很多努力来提升自己。所以跳完街舞后，王一博不仅为自己的队伍多的几分而高兴，还为自己刚刚掌握的舞蹈天赋而开心地笑了。这是因为最近王一博的舞蹈实力得到了完善。生于苦，死于乐，这句谚语有多种含义，但首要的是，舒适和快乐使人变得懒惰并最终死亡，而苦难和逆境使人忍耐和成熟。这个不争的事实是专门为王一博写的。一个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场合都能给自己施加压力的人，他的压力是没有上限的。发展和进步，当他的身手和素质都达到了高境界的时候，看不起那些被认为不重要的东西，才是正常的。即使是自律的人，也要花时间审视自己。所谓的黄金标准是不存在的，没有人可以声称是完美无瑕的。不断反省自己的人，就会自我修复前进道路上的沟渠和障碍，不断修正发展的方向。就像之前很多人骂王一博的台词一样，刚刚播放的《冰与火》里，他对着手机大吼大叫，其实是在保护同事被毒贩盯上了。感慨万千，别说是毒贩了，就连电视机前的我们都被陈警官的抱怨、委屈、拒绝、愤怒所感动，更不能质疑他的动机。满满的情怀，何况毒贩？王一博停留在想象中的名利场，繁华闪耀，离开时却没有带走一片叶子。杯盏交错，热闹繁华，真假虚幻。当一个人达到最高水平的自律时，他们无疑会达到成功的顶峰。
因为一个人的自律水平与人生达到的高度直接相关，而自律是每一个高峰的源泉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